法賣了，真的是没法賣了。现在北京的房子比河北的还便宜，就这個小區房山國企開發的別墅區的洋房，之前都200-300萬一套的房子，現在80多萬，單價才合9000多，而且都是這種新房，6層到頂帶電梯，1梯2戶，90平米還給您做的是3居室，帶着裝修交付，都是現房，買完就能拿鑰匙。感興趣的滴滴我帶您看房。北京的房價真的崩了，朝陽這個小區5年前260萬的2居室，現在不到100萬。老鐵們，洋房東這2個月為什麼跌了這麼多？從9月份開始，再次出現了加速下跌的態勢。小區最高峰單價10萬每平，到現在即將出現5萬出頭的價格了。年底了，是否真的到了抄底的時候？我們評論區裡聊一聊。你敢相信嗎？您这房子现在也就能卖個30來萬。我一直都不敢相信，我這房子100多萬買的，也就過了3-4年，你告訴我只能賣30来萬。大哥，我跟你說真的，你賣嘛賣，我就帮你賣呗。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讓你帮我把这房子賣出去。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後，迄今仍深陷泥沼。即使深圳、上海、北京等主要城市近期鬆綁了購房限制，北京當局也多次實施刺激措施，但依然擋不住房價持續下跌的大趨勢。據最新的數據顯示，2025年的10月份，中國70個城市的房價跌勢加劇，跌幅為1年來最大。北京南我身後的這個小區，房價的落差真的是太大了。之前1平米就得花12000到13000一平米，現在這個房子論套賣，1居室一套12萬。2居室一套18萬，3居室一套25萬，而且還是出入的這種樓王。有喜歡的家人們抓緊時間。這個小區應該是整個北京最便宜的小區了啊，並且是這幾年也是跌得最狠的一個小區。當年呢，開盤的時候37500的一個單價，一房難求啊，主播說的都是真實的。如今跌了一半，還得打一個拐彎。今年的北京租房市場怎麼可以這麼差呢？我作為房東10多年了，我原本以為去年是最差的一年了，沒想到今年比去年還要差，我都快堅持不住了。我自己個人的分析啊，要不然就是因為咱們的收入不太可觀了，整體的大環境確實也不太好。然後呢，市場上房子可能太多了，大家的選擇性也比較大。北京現在租房子真的好划算呀！現在11月、12月份是租房淡季，但是現在這個房子空的特別多，房價呢都好商量，還特別便宜。我現在是在4環外，我這個房子朝北的嘛，每次都是朝西曬。但是我最近跑了一圈之後，發現我的天，好多朝南向的房租和我這還便宜，或者跟我這差不多的。2居室現在都能低到4000以下了，好多哎！以前這邊的2居室從來就沒有低過4500，價格都非常的高。你看現在這個價格一下子跌破到4000以下了，我的天吶！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啊，今年這個北京人是越來越少了。年後呢，從開始返鄉，然後到現在的金九銀十，大馬路上真的是冷冷清清的。看到比較火熱的職業呢，也就是滴滴代駕呀、司機呀、外賣小哥這些，就是基礎的服務工作。那麼像我接觸的一些企業的話，工資也是少得可憐。那麼扣掉這個房租、水電，還有一些雜費之後，真的就是能剩多少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覺得在北京還有沒有機會？你看，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佩服馬雲了。記得嗎？幾年前馬雲就說，這個房子未來得是一個白菜價。當時大家嗤之以鼻，誰也不敢相信，怎麼可能未來的房子能白菜價呢？你看現在的房價市场，是吧？尤其最近銀行又推出什麼銀行直供房，他們把自己的不良拿出來處置，低於市場價20%到25%。而且量據說還挺大。一夜之間，北京的房價也崩盤了。就這個小區的房子，原來單價2-3萬一平米，現在單價只需要幾千塊錢一平米，就能讓你擁有一個獨門獨院的獨棟別墅。小區呢還是成規模的小區，一共是200多棟。跳樓的心都有了。就眼前這個小區，2021年買的時候花了快300萬，現在80平米的2居室只要120萬就可以了。還是70年大轉型的住宅。在中國，每年的9月份和10月份都是樓市銷售的旺季，被業界稱為是金九銀十。在此期間，房地產商會推出大量促銷活動以吸引客戶，但今年數據顯示金九銀十旺季不旺。
2025年的10月14号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10月份商品住宅销售價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。10月，在中国70个大中城市，新建商品住宅均价环比下跌了 0.45%， 创下1年来的最大跌幅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降了 0.66%， 創13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。作為市場風向標，一線城市房價跌幅尤為明顯，其中二手房價格正在全面下跌。北京年減 4.7%， 上海年減 3.4%， 廣州與深圳則分別下降了 6.4% 和 3.3%。就我深圳后這個小區看見沒？70年的住宅啊，現在8000一平米。之前風光的時候也賣3萬多一平，現在升北房了，樓層戶型還都能選，已經是現房了啊。北京現在租房這麼難了嗎？就是從來沒有遇到過房子租不出去的情況。我朋友出國委託我幫他出租在西三環的一個60平的小兩居，就是前幾年人家租金能到8500，今年我在綠中介掛了3個月，我愣是沒租出去，就是房租一降再降，降到全小區最低7000，但依舊租不出去，甚至都沒幾個人看房。你敢相信嗎？現在很多房東已經到了賣不起房子的地步了。你沒聽錯，是賣都賣不起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這些房子啊，大多數前2年貸款買的。打個比方，一套當年200萬買的房子，房主啊貸款140萬，如今啊房價攔腰斬，只能賣個100多萬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你現在想要賣房，你得先湊齊120-130萬，還清銀行的貸款，然後把房子賣掉，再拿到100萬的房款，折騰一圈，賣房你還得倒貼銀行30萬，是不是很魔幻？實話，我都想斷供了。我今天不小心打開了貝殼網，然後看到了我家房子價60多萬，我人都傻了。你們知道當時我花多少錢買的嗎？將近於140萬，70多萬就這樣白白的虧掉了。我現在還剩70多萬的貸款沒還。我當時抽什麼風買了這房子？當時宣傳還是城市的高新區，現在就算我賣了，我都還不上這房貸。工作不賺錢，每個月還要還小4000塊錢的房貸，我是真難吶。我準備斷供了，這是我19年4月份買的房子，當時首付110萬，貸款100萬，總房價210萬。我現在還了5年的貸款，每個月5300多，還了差不多30來萬。現在我看了一下，我還的本金10萬塊錢都不到，我現在首付也沒有了，這還的幾十萬也白打水漂了。買房6年，我還是走到了斷供這一步。2019年在許昌東區買的房，總價120萬，首付30萬，貸款了是90萬，貸了30年。當時貸款利率挺高的，6.125%，每個月房貸就得還5400多，加上物業費和一家人的日常開銷，每個月至少要1萬多塊錢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。我咬着牙扛了6年，可這幾年房價一路跌，當初滿心期待的房子，現在市場價只剩80萬，還根本就不好出手。你知道現在北京有多少人因為還不起房貸而選擇斷供嗎？現在北京平均每個月要新增幾百套法拍房，你可別覺得這只是個冰冷冷的數字啊！每套法拍房的背後都藏着一個扛不住壓力的家庭，可能是為了孩子上學咬牙換房的中年人，也有可能是攢了一輩子錢想要安度晚年的長輩，最後啊都因為月供斷了，把日子過成了一地雞毛。為啥會走到這一步？真不是大家不想好好還房貸啊，是現在接近30%的人啊工作都沒有那麼穩當，有的在互聯網公司擔心被優化，有的呢做實體經濟擔心客流量減少，有的打零工沒有固定收入。現在的房價真成了笑話了，再這麼跌下去，多少人的財務狀況得亮紅燈啊！23年一位客戶花1230萬買的房子，上個月小區剛成交他家同戶型880萬，他當初買房還欠着銀行900萬的貸款呢。要是現在買房，不僅拿不到錢，還得再倒貼20萬。再這樣下去，我真擔心會有一大批人扛不住了，就開始斷供。總有人說房價還得再跌個2-3年，我就想問問啊，咱們還跌得起嗎？如果真的跌個2-3年，多少家庭得支離破碎、妻離子散啊！一場前所未有的斷供潮悄然席捲全國30萬家庭，在短短4個月以內選擇停止支付房貸。這些曾經滿懷希望為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拼搏了一生的人，如今卻成了被樓市泡沫吞噬的犧牲品。房產市場的泡沫破裂帶來的巨大衝擊，正在徹底改變着無數家庭的命運。一位女網友說，當初她懷揣着希望購買了一套100多萬的房子，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。但如今這套房子價值縮水了將近1半，她面臨着沉重的房貸負擔與其他的生活壓力。她說，
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，那就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買房。剛開始花了上百萬，現在50萬都沒人要了，還有60萬的房貸，每個月還得還5000塊錢，還得還14年，光利息都將近80多萬。買房子是人生當中上過的最大的當。有感情一直买就不舍了。房價從300多萬降到100多萬，老公決定賣房了。這套房子是當時為了孩子上學負債100萬買的，月供5000塊，貸款30年。如今孩子即将中考，老公的想法是不管未來上什麼學，都堅持讓他住校。這房子於我们而言也算完成了使命。當下我失業13個月，老公一個人掙錢養家，還要背負房貸的壓力，最終還是決定賣房。我準備斷供了。2019年10月，我掏空家底，首付35萬，買下了總價110萬的房子，貸款75萬，月供4000加，咬牙還了6年，30多萬還進去，本金呢就只少了不到10萬。現在呢，房價暴跌，同小區同戶型80萬掛牌都很難出手。我粗略一算，首付款加已還貸款加裝修70多萬已經蒸發。現在即便房子能順利賣掉，到手也不過10萬，奮鬥6年淨賠65萬。最近，中國多家銀行加速推進房產直售業務，這些房源多數來源於企業或個人斷供，經司法程序回收以後，銀行繞開傳統的法拍流程，以銀行直供之名線上銷售，售價甚至打3折。在資產交易平台上，銀行直供的標籤尤為顯眼。從一線城市到小縣城，房源正多，折扣力度更是驚人。比如說呢，雙11當天，哈爾濱一套176平方米的住宅以31.5萬元骨折價被競賣，每平方米僅1800塊錢，而該小區的同戶型最低是每平方米要3700塊錢。有大陸媒體分析表示，銀行集體下場賣房與樓市的持續下行、斷供房、抵債房大增有關。而傳統的法拍流程進展又慢又難，銀行被迫尋找更快的變現通道。年末考核將近，銀行期望在賬面上的按揭不良率盡快瘦身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